剑心主仙剑传人，好剑，好剑心。好强！他这已经到什么境界了？他其实比起李先生也未必逊色多少。明知我是来杀你的，你还不懂，真是大胆！孤坐的端，行得正，怎会怕你一个贼人？贼人？到底谁才是夺人妻子的贼人？宣妃早就嫁入孤的景玉王府，是你将她哄骗拐走，怎会是孤夺的？宣妃，易文君是我叶云的妻子，我们有约在前，有情在后。萧若晴，是你强迫她嫁入皇室，是你们北离，让她成为权力的牺牲品。叶教主，我实在不想跟你打，不过毕竟我现在站在这里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把皇帝给杀了吧？所以，来吧。虽然我不想说，但我必须要说，叶鼎之，现在回头还是正道。屁的正道！道法万千，何来唯一之道？我的道，就是守卫姑苏城外那个小草庐。你的草庐已经毁了，但是人还在，只要人在，就能重新盖起来。昔日。姬若风，你通晓天下武学，这个叶鼎之如今这么强大，是否已入了神游玄境？不是神游玄境，只有修正道武学才是一品四境。此刻他已经入了魔道，已是四境之外。看如今神通，应该是鬼仙境。还有谁能拦我？阴中超脱，神相不明，鬼官无姓，三山无名，已是逍遥天境之上。某种意义上，可以和神游玄境并驾齐驱，只不过是入了魔道，陷入了心中的执念。所以，虽然看似强大，却充满阴邪之气。我所见入魔之人，都是失了神智的，为何这个叶鼎之看起来这么清醒？看似清醒，却被执念所困。若是国师未出天启云游，今日还有可能解他执念。不过万事没有如果。你的功法竟能压制我的内力。北离朝中居然也有人练过虚念功。你错了，传于北阙的是虚念功，而留在北离的才是虚怀功。两门功法一脉同源，本就相生相克。你真气受损，就被我占了先机。此战是你败了。相生相克，那是建立在你我境界相同的情况下。如今，你不过才迈上高山，而我已在云中。你比起你那被困在皇陵的师傅卓清还差得远了。
当年岳风城和百里东军同时将内力注入我体内，被我一人所收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与我比拼内力？抢了我的内力，还这么沾沾自喜？谁？无妨，是镇西侯的孙子，百里东军。莫要踏过此剑，叶挺之的事我来解决。相识这么多年，我们还没有真正打上一场。听说那日你功力尽失后，便觅得了良机，我也想看看。好强的内力，他比秋水诀更强。这是我自创的内功，名为垂天。很好。世上竟然同时出现2位少年英才，如若他们未曾背道而驰，那北离的江湖5岳将彻底压过南绝百年。二人的对决，看着虽然眼花缭乱，可分明叶鼎之已经占据了上风。若百里东军败了，我们便只能继续以死相拼，谁都逃脱不了。二人此刻只是彼此试探，并没有挥出至强的一剑，高手胜负，只需一剑。我在等那一剑。我今日这壶酒名为须臾，是我初入江湖时所酿的。叶鼎之，所谓须臾，便是生死一念间，进退一念间，天下一念间。我此剑传师傅仙人之风采，你可看好了？我这一剑，乃东岳虎鞭，师傅赴死一剑，非仙，非魔，不死不休。我从未见过世上竟有如此绝望之剑。这便是你方才说的叶鼎之最强的一剑。
你方才有机会不败的。那么现在，轮到你了。 师父，我终于找到我的大道了。叶云，你站住！还没完。我的道。 我找到了，我要这世间的正义永不妥协，我要这世间的污浊变为清澈。陆行此处永安时，偏要劈石开出新路。大道朝天，我看谁敢拦我！ 剑柄，以身为剑身，拳为剑手，指为剑尖，这是以人为剑。回陛下，最后那一剑，奴才也没有看清，但从形势上来看，百里东军胜了半招。
来，李东君，何苦呢？来人，擒下叶鼎之！陛下，来了。800里急报到了，师兄他赢了。那不是很好吗？怎么看你好像不太开心啊？赢了是好，但他把叶鼎之带走了。哎呀，我早就料到会是这个样子。若是早早的换我去啊，算了，换我去我也打不过叶鼎之。大师兄为什么要把叶鼎之带走？因为他认为还有机会矫正错误。可很多人因为叶鼎之而死，或许不是他杀的，但因他而死。我只能说，根源在更深处，不在叶鼎之。那些在南境、北境中战死的士兵，那些在与魔教交战中死去的江湖人，他们和那些恩怨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死去的是他们？每个人都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叶鼎之一样。说得好。说得真好。李姑，李公子，你刚才说的那番话说得特别好，特别有我们暗河的风范。要不然你换个姓吧，叫苏寒衣。我们苏家欢迎你。谁要去你们那儿当刺客？当刺客有什么不好的？对吧，沐雨？一个人杀不了叶鼎之，我与你同去。这信上都说了，天启城2大守护李新月和戚若风联手都撑不过1炷香的时间，你们能行？那加上我们够不够啊？天山派王仁孙，无名剑叶小凡，无双城宋叶回，还有望城山王一行。不是，他们几个我理解，王一行你怎么来了？你以为我想啊？师门有命，我不得不来啊。去吧，要保重啊。其实，很久以前，他还住在姑苏城外的时候，我曾碰见过他。那时我还小，自己偷跑出雪月城游历，他教了我几招剑招。我问他，他是谁？他只说自己是江南的游侠。我那时很仰慕他，就像当年的叶小凡一样。但有些事情，错了就是错了，是无法回头的。接下来我们该如何？
我与洛清扬约定，离开天启城后，我们分两路南下，在姑苏城相见。之后，允哥带着文君隐居，我们另做打算。如今战乱四起，北蛮和南爵都响应了魔教之事，只要允哥不出现，真的可以那么简单吗？北蛮和南爵都有自己的目的，叶鼎之只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契机。如今北离三面是敌，在这个时候，他们是肯定不会轻易退兵的。你班昭胜了他的时候，你是北离的英雄，可你背上他逃亡的时候，整个北离的剑都会指向你。不到最后一刻，我都不会放弃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嗯。如何了？教主败了，败了。败给了谁？败李东君。然后呢？探子说，百里东君带着教主一路南下，但具体去了哪儿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南下？莫非是男爵？不是男爵，爹爹一定会去姑苏城的。其实爹爹不想做什么宗主，他只想回到那个草庐。还是个小孩子，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你还是个孩子，这些事情就交给我们大人去想吧。我点了安眠草，他太累了，但他毕竟内功高深，还是小声点为好。一切有为法，尽是因缘和合，缘起时起，缘尽还无，不外如是。明德8年春末，魔教教主叶鼎之战死于姑苏城外，7名江湖人士联合完成了这场狙杀。叶鼎之身死后，魔教前教主之长女不知所踪，幼女自绝于囚室内。魔教众徒群龙无首，魔教东征落下帷幕。南北战场，琅琊王萧若风与柱国将军雷梦沙分别大捷，除此2人，其师兄弟皆归隐江湖。明德8年夏初，琅琊王举证当年定远将军谋逆案存疑，为其翻案，
震惊朝堂。民间哀痛定远将军之冤，亦爱戴琅琊王之善。官民鱼水一心，北离王朝自此迎来海清河晏的盛世。文君，想来我应该唤你一声阿嫂，没想到20年之后我们再次相见，是在这样的情况下。不知阿嫂接下来有何打算？我现在心里最挂念的是安氏。安氏应是与天卫天那些人在一起。如今云哥身死，天卫天之中定是大乱。燕氏身份特殊，处境恐怕会很艰难。是啊，我想去寻他。阿嫂的身份，最好不要出现在他们面前，还是交给我吧。你当初不该走。百里东君，云哥不怪你，可我怪你。毕竟他那么的喜欢你。再见了，阿嫂。我会把你们的孩子带回来，也会把病原上那些人送回他们的家园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只是云哥永远回不来了。是啊，永远回不来了。锦轩大监，娘娘，不如听一听奴才的忠告。小殿下如今还在宫中，这是其一。这其二嘛，娘娘的另一个孩子，若想一直安稳地活下去，只靠一个百里东君，恐怕不太够吧。娘娘，请吧。
文君，文君。 魔教教主已死，把他的儿子交出来！口出狂言！百里东君，百里东君，此刀不拔。 魔教众人不得下山，北离众人不得上山。若有人不服，便与我试刀。伤了叶鼎之，便可以如此目中无人了吗？没错，胜了叶鼎之，就是可以这么目中无人。不然，你也可以大声点试试。哼！这是云哥的孩子吗？ 我叫叶安世，请问我的父亲是真的死了吗？白发仙，你随我来。虞姬，百里东君，我们的宗主，他现在在哪儿？他死了。是你杀了他？你觉得呢？和谈吧。和谈？我们还有机会和谈吗？ 我说有便有，想必你比我更清楚你们如今的情况。再打下去，除了死更多的人以外，并没有任何意义。回你们的域外去吧，对你们来说，这至少还能保住你们的家园。什么条件？一个人。你想要少宗主？宗主他才刚死，你就想用他来换回我们的命？ 我和雨季追随叶鼎之，是真心实意佩服他强大，自然也会承认他的孩子。我们是绝对不会背叛我们宗主和少宗主，这是我们的信念。如有违，勿宁死。若叶安世随你们一起回天外天，会如何？在你们东征之时。 叶鼎之是你们的英雄，可他死了呢。他的孩子只有5岁，随你们回到域外之后，是会成为那些人争权夺利的兵器，还是发泄失败怒火的对象？你只需要告诉我，回到域外之后，需要多少年，你才能和紫衣侯重振天外天，让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和你们2位一样，毕生誓死追随叶安世。 6年，至少要6年的时间。12年，我给你们12年。今日，我百里东君与你们立约，自今日之后。 12年之内，域外各宗门不得踏入北离一步。叶鼎之之子叶安世，扣留北离。12年之期1日不满，1日不得离开。这样可以了吗？我不信北离的人，但我相信你。这12年的时间，有你悉心教导，我相信。 我们少宗主不会辜负我们的期望的。我没有资格给他传业，
他有更好的老师。是谁？也是故人。这柄刀便是信物，你们召集所有还在北离的魔教中人，让他们把自己的刀收回去，马不停蹄地离开这里。15日之后，若北离还有他们的踪影，我便会亲手杀了他们。百里公子，这个决定，这个决定是我们雪月城下的雷家堡、温家、唐门、天山派、望城山还有暗河都同意了。你可有异议？没有的，没有的。子叔叔，我不要走。乖，别怕。孩子，还记得你的家吗？不记得。你父亲走的时候，你没有送他。现在我带你去祭拜一下他，可好？那我是不是就不能回来了？回这个字很有讲究。家在哪里，哪里便是回。莫叔叔，来吧，好好的听百里叔叔的话。等我们来接你。那年你17岁，到时我们会和天外天所有的人在域外接你回宗。那一日，你便是我们真正的少宗主。12年，很久吧？很快的，当你闭上眼睛再睁开，那便是12年了。人生不过是须臾之间。我是自在地境。那你还来办什么事啊？谁说我是来办事的？我师尊吕素贞乃是世上行走的真仙，可不比李先生差。我是奉命来此，历练一番的。东君啊，怎么了？我也是自在地境。我才是那个丑角。不打了，你们4个走吧。为何忽然放了我们？刚才你们有机会抛下那个用剑的小子独自逃跑，却没有那样做，我觉得很满意。所谓学堂的考核，不过是一个我满意。若要你们真的打过我，才能算作通过，那还办什么师？你们自己就可以当老师了。你们以后也需记住这一课，不管何时，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同伴。鼎之记下了，玉甲也记下了。玉甲，真是个烂名字。都说了让你小心点。先辈教训的是。哎呀，再多赠你们一句话吧，只靠你们自己的锦囊，是无法找到你们想要的东西的。
所以，你们还得去找其他几队人，只有集齐4个锦囊，方能得到真正的答案。晚去不如早去。走吧。多谢前辈。谢了啊，还知道救我。今年这些年轻人还真是不错。你还好吧？不太好，我体内的真气在四处乱窜。刚才那个怪人，该不会是以为我真要把那个巨剑给劈了，所以用了狠力。我得马上调息一下。我来帮你运气，很快。你需要多久？少说得小半个时辰。他这伤必须现在就治，不然我们一会儿遇到诸葛云，我们少一人也不好对付。我为你们护法。没想到你会的可真多呀！那是因为死过很多次。这先疗伤吧。真好啊！什么真好？年轻而绝世的少年，齐聚于这座集世间繁华于一处的城池，并肩作战，在屋檐之下对坐疗伤。这本就是一件让人觉得很好的事。如果你们不出现的话，今日这里应该只有1队人来才对。我们探得一些消息，有人伪造身份混入了学堂大考。不错，有个年轻人是吕素贞座下大弟子王一行，不是什么赵玉甲。不过以吕先生和李先生的关系，此事李先生早已知晓，不必大惊小怪。不是什么赵玉甲，还有其他人，只是没想到我们来晚了一步，他们走了。小先生，我们在一条小巷中发现一个小队，队内的4名考生全都死了。全都死了？那个诸葛云呢？诸葛云死了吗？是的。诸葛云死了的话，咱俩猜错了？白小棠的消息向来很准，我们去看看。诸葛云是诸葛家的人吗？我随你们去。其中3名考生死状惨烈，刚来这里的时候几乎没法看。我们已经派人去信，告知他们家人。这是个什么样的变态？这些考生跟他有什么冤仇？为什么要手杀无辜之人呢？诸葛云死的比较特别，是身上也没有那么多伤。这边。死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凶手肯定对诸葛家是有独特的情感，不然这个诸葛云死的也不会比别人漂亮那么多。现在不是说这些废话的时候，
快派仵作过来验尸。这个就是你们说的诸葛云吗？他不是诸葛云，而且他不会武功。替死鬼！这个诸葛家的人，你们就一直没有看穿吗？没有。虽然学堂对他的身份有所怀疑，但他所使的武功确实是奇门遁甲。我想，我猜到他是谁了。只是，如果是他，那么事情可就麻烦了。有意思。不过我们来不来，不是你能管得了的。果然是仵作使，而且惊人，仵作双尊都来了。诸葛云？不对，你周身的内力波动，不是诸葛云这样一个年轻人能拥有的。你到底是谁？这你便无需管了。我们的目标也不是你。你先替他疗伤。现在，交给我。好。无名小辈，就不要在老夫面前放肆了。无名小辈。这是一成一败，谓之一劫。自此天地以前，则有无量劫矣。此乃无量剑法。你不是赵玉甲，只许你不是诸葛云，不许我不是赵玉甲。没错，我不是赵玉甲，我乃望城山吕素贞座下首席大弟子王一行。你未来的弟子正在面临强敌，生死关头，你却在这儿喝酒，打瞌睡。首先，这是天启城啊，一个武者贱如狗、高手遍地走的天启城。要说敌人有多强嘛，也不算强，因为最强的人是我，我才是天下第一。这道考怎么这么久啊？我都累了。他们遇到的敌人，不是普通的敌人。哎呀，哪有什么普通不普通啊？敌人就分成两种，一种呢，他要杀你；一种你要杀他。遇到你要杀的人，那就磨剑10年，殊死一击；遇到他要杀你的，那就不管怎么样，能活着就好。方才若风送来的消息，你猜到那些人是谁了吗？天外之天，方外之地，也是一个曾经的王朝最后的退守之地。那个王朝，国主信奉圣天教，乃是个教国一体的王朝。当年我见过他们国主，他身边有5个武功极强的侍从，分别叫无法无天、无相无作。放到如今，每一个都算得上是绝世高手。你方才说有5个侍从，为何只说了4个名字？是啊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果然，有你这个双瞳老儿在，就没什么好事。
诸葛云，等着！之前你为何不告诉我？此次来的是无作使，多了很多胜算，难道不好吗？如今无作双尊合体，他们哪里还有命在？假装为我所伤，先静观其变。临、兵、斗、者、剑、智、力、潜、行。九字真言，有趣。出！这是不动明王功。运功时成金刚怒目相，鬼神皆畏惧，是为不动明王。此功已爆发出自己身体里所有的能量，逆境杀人，是世间最蛮横霸道，却也是最伤人伤己的武功。你竟真的能变不动明王？我不信。那就打到你信。真有能耐。好了，叶鼎之，快收工吧。这么大动作，学堂应该也能察觉了，留些余力等他们的人来。收工。不好，他要走火入魔了。看来你这不动明王功就练成了一半啊！那就莫怪老夫诛灭你这小神了。当着我的面敢动我的人，我不过是受了点小伤，就容你这么放肆？等了这么久，也该轮到我这个主角登场了。穿过河，清流之塔，料死重压之间，不变牛王。好，很好。这里是青楼？非也，非也。这里是百花楼，不一样的。哪儿不一样？因为有他，所以不一样。那年，我和顾剑门第一次来到这里，
当时的他正在抚琴，顾剑门可能是喝多了，听到了他的琴声之后，他兴致大起，举剑而舞。当时的景象尤为震撼。所有的花瓣都被他的剑气卷起，五颜六色，姹紫嫣红。最终，所有的花瓣交替飞舞成了一座花桥，从这里通往了那座高台之上。顾剑门说：“闻情可知人。”他觉得这个女子就是他的命定之人，于是踩着花桥，从这里走到了那里，撩开了重重帐幔，去见她。然后呢？然后顾剑门就下来了，他被拒绝了。啊？现在回想起来，也是几年前的事情。当时的姑娘现在也出落成闭月羞花的样子了，整个天启城都知道她的名字。不知道顾剑门那小子啊，在见到她会不会感慨？雷公子，许久没来天泉了。没有顾公子没来的时间久。没有多久是多久啊？哎，那其实也没有太久。好像有杀气。嫂子，小小年纪，不学好。我是无辜的。夫人，对呀，百里东君，你小小年纪不学好，让你别来这种地方，你偏来。我都说我不来了，你非带我来，死拉硬拽把我拽进来，怎么样？现在满足了吧？开心了吧？师兄就不是一个能来这样地方的人。啊？你还要不要脸啊？别说。夫人，我们回家，回我们温暖的家。雷公子打算下次什么时候来啊？不来了，这辈子不可能来了。就是小师弟让我来，我也不来了。走。小师弟，趁年轻好好享受吧，好时光不多了。师弟，啊！走。娘子啊！错了，我错了。我们在哪儿啊？我们该干什么呀？少年郎，做什么？好生俊俏的少年郎。子怡妈妈，风姑娘今日还奏不奏曲？我都等不及了。哎呀，急什么？这不是来了吗？好嘞。呀，二爷，你来的正是时候啊！这首乐曲，到前面来。好，听着让人难过。我听过他，你也来过？不是，你还懂音律？
也不是。我听过这首曲子，它叫《江南月》。更鼓乱人心，边秋闻夜声。从今秋露白，月照故乡明。这是一首思乡之曲。这位公子，小姐好。我可担不起这个词，我家小姐有请。请问，你家小姐是？少年郎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在百花楼能够被尊称为小姐，只有一位。等会儿，这个呆呆傻傻的小子是谁呀？凭什么风姑娘只见他呀？我天天在此地听曲儿啊，银子花了也不少，连风姑娘的面都没见上。凭什么他第一次来就能登堂入室啊？哎呦，阿姨，行，您这消气啊！你不是千金台那位？什么千金台不千金台？今日不说千金台，大家来此地都是来听曲儿的。诸位，百花楼对咱们不公啊！大家伙说是不是？是啊。哎呀，这话说的，你看。是啊，这不合适。还是算了吧。你知道你在拒绝谁吗？不是，姑娘莫要动怒。行了，知音难遇，说不准还能遇到个同乡呢。嗯。大家都消消气，我呀备几壶好。就这么让他上去了？怎么没个人拦上？不许走！我看谁敢过来。没事了。笨蛋，废物！去吧。不是，就这。哎呀，阿姨，消消气。哎呀。少年郎，这位妈妈，哎，可否帮我寻个座位，我好坐着等他？哎呦，公子，你确定今天晚上你能等到他？春宵帐暖，美人在怀，指不定要多久呢。要不我给你找个不错的姑娘陪你歇息歇息。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司空长风，我就不等你了啊，你好好享受吧。哎，下次再来啊！来。多谢。是你吗？啊，姑娘有礼了，在下司空长风。你可是来自渭城？渭城？你的家乡是哪里？我不记得了。那方才那支曲子，你是从哪里学的？这我也不记得了。你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你这个人是记性不好，还是脑子有问题啊？
姑娘莫要生气。我的确是记不起以前的事情了。我从小在江南流浪，兴许是哪位萍水相逢的旅人教我的吧。只是刚刚听见姑娘奏起，忍不住跟着吹了一番，还请姑娘莫要见怪。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，是我失态了。我有一个哥哥，也会吹这支曲子。我把你误认为是他了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你走吧。刚才的事，无论是关于我那哥哥的，还是我的失态，都不许说出去，破坏我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。那个，姑娘，你老叫我做什么？其实我还挺想有个妹妹的。你这个人好生梦了！来人，把这个不要脸的给我撵出去！哎，等会儿，姑娘，你先听我说完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从小漂泊四方，未曾羡慕过别人有爹有娘，但却一直羡慕别人有个妹妹。好像有个妹妹，就像是有了守护的东西。所以我一直觉得，如果能够有个妹妹让我守护，那一定是一件特别让我骄傲的事情。我不要。为什么？姑娘，你那个哥哥叫什么名字？魏洛里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叫魏洛里了。你这人，竟敢3番2次占我便宜！姑娘未曾用力踹我，说明也并未真的生气。姑娘，虽然我忘了自己是不是渭城的人，但你我都来自江南，也恰巧会同一支曲，这说明你我二人与缘分有关。方才我说我想有个像你这样子的妹妹，也是认真的。的确，你我才初次相见，莫名其妙突然多了个大哥，你不适应也是应当的。是我逾越了。我不是来自江南，我的家乡。你又套我话。冤枉呀，姑娘！我有个朋友曾说过，这世上话术是骗人的，但音律不会，因为音律是这个世界上最纯粹、最干净的东西。所以，姑娘，不管你的家乡在哪儿，你最意的地方是江南，最在意的人也在江南。你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啊？百里东君。倒是个好名字。我累了，就不陪公子聊天了。玲珑，送客。姑娘，相识满天下，知交能几人？我相信这世上有知音，姑娘的琴，我的夜，恰逢其会。我会再来的。你这话说的，倒像是个读书人。荀先生，月牙姑娘，诸位，我今日所比之酒，便是这坛秋露白。李先生的弟子呢？怎么还没来？是不是怕了，不敢来了？嘘，小点声。大公子就坐在楼上，可别让他们听见了。把话传到学堂，半个时辰以后，
人还没到，便算他认输。碉楼小筑传话来了，半个时辰后人还不到，就算百里师兄输了。哎，百里东军，你还能撑吗？ 还没来，这个百里同军，来喝茶。我准备好了。出发。 你要去比美啊？今日好歹也是我们阴阳天启的日子，怎么着也得打扮得帅气些吧？啊，酒呢？大白天的，做白日梦呢？ 做白日梦呢，又梦见去青楼了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秋风无情，露起夜白。而王酿的是友情，是白日见星辰，心中有故人。 终于明白了。哎，到了。百里东军，这是你的酒，这是你的秋露白。既然人都到了，那就比试开始吧。荀先生、月牙姑娘，还有小先生。 嗨，第3位品酒师是老七呀。那便先喝秋露白吧。这几年经常随军在外，也是许久没有喝到，甚是想念。 这就是天启最有名的秋露白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有1坛酒，可你却只用了3杯，剩下的等你输给我，赠与我如何？等你赢了再说。3位请。秋露繁浓之时，以玉壶收之，用于酿酒，故称秋露白。
因为秋露难收，就算动用千百人次用于酿酒，也只是杯水车薪，所以这1月只能品这1日。遗憾了。你好歹是来踢馆的，把故事说一下行不行？不矛盾。比上一次喝到的秋露白更醇厚了。小谢近年来酿酒之术精进了不少，比起那杯秋露白，已经差得不太多了。差不了太多，也算是夸赞吧。人生达命岂暇愁，且饮美酒登高楼。酒仍是好酒，谢师却比当年的谢师也多了几分中年之愁。世间美酒可品1味，而秋露白能品3味。酒暖心肠品春，酒热人志品夏，酒解人愁品秋。东君啊，你的酒可品几味？我的酒乃是天上酒，品不到人间味。这小师弟的酒，当真这么神奇？夸张了，后生，打开你的酒吧。好。李师侄，借我子筹一用。给。冬雪夜，美人舞剑，现明月。奔月而去，如月上真仙。遨游仙宫，纵情千里，直至天光乍破。白日见星辰。哟，北斗七星啊！这便是我的7盏星夜酒。天枢、天璇、天机、天权、玉衡、开阳、瑶光，请君饮之。7盏星夜酒。荀先生见多识广，可曾喝过这样的酒？不曾。连荀先生都未曾喝过的酒，倒是让我颇想尝尝。请吧，老先生，请吧。好酒啊！
多好的酒！像是回到了我少年的时候。风花雪月，花前月下，踌躇满志，志在必得。此酒，小师兄带我入天启，让我见识到真正的天地之大，东君无以回报。师兄的酒，味道与其他二位无差，只是其中略略加了我的一点小私心。老七的头顶怎么在冒热气啊？那不是热气，是真气啊！真气啊！真气乃为气，照理说应该是虚无缥缈的，也应该只有在体内流动的时候能感受得到。我怎么从未听闻有真气是肉眼可见的呀？三昧真气已全，百炼凡心俱净，真气出体凝成所见的情况确实很少，但也不是没有，一般发生在破境之时。破境来！东君，东君，我滞留此境久矣，却苦无破境之法。你的酒，助我。多谢。王爷息怒，稍安勿躁。还回头呢？这里呢？学堂李先生，很好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记得我。那么，就无需多说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此次行程与先生并无关系，先生为何对我们下手啊？哎，你知道我为何叫李先生吗？因为我是学堂祭酒，你们动了学堂大考，还怪我为何要对你们动手，是不是很可笑啊？走一个死一个吧！学堂李先生，口气果然很大。就是你了，你一直在挑衅我，不杀你，好像说不过去啊。那就来！尸体不许带走，听好了。
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去找其他队，去抢他们的锦囊？刚才诸葛云跑太快了，我都忘了抢了。没关系，我拿到了。你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拿到了，真不愧是楚老千的行家。会不会说话？不对呀，一个队不是应该只有一个锦囊吗？怎么诸葛云他们有3个？他根本就不是诸葛云，那些锦囊定然也是从其他队里抢过来的。而那些考生，恐怕凶多吉少了。好了，现在抢那么多也没用了，至少我们很辛苦的活了下来，不是吗？姑娘方才若是不告诉我们，不作声的拿着锦囊就跑，说不定李先生最后一名弟子就是你了。不如我们先看看锦囊里的内容吧。是一首诗。天不出朱雀离泣，君不见玄武临事。风中现，白虎睥睨。月不落，待谁而起？苍龙、白虎、朱雀玄武，天之四灵以争四方。王者至，宫阙殿阁举法宴。这首诗既然以四兽为题，那答案便应从四兽中找。苍龙、白虎、朱雀玄武，如今有其3。那苍龙呢？我知道了，答案就在苍龙。月不落，待谁而起？我们要去的是龙起之地。龙起之地？青龙门啊。天启城有4座城门，镇守四方，而青龙门就在皇宫之外。只不过，青龙门有2条路，我们该走哪一条啊？青龙之门，左生右死。小姐，引百里东军往右。快走！百里东军！你们刚才就应该别管我，直接跑啊！往左。你们往左。我往右走，分散开来会好一些。怎么能让一个姑娘走一条路呢？我往右吧。不如我们……不可。为何？方才那些人，不知是什么来路，难免会在路上设下伏击。你们都受了伤，我伤势较轻。我往右走吧。姑娘和东军往左吧，我和一鼎之往右。放心吧，即便是这种情况下，能打过我们联手的人，也屈指可数。确实如此，这样也好。走吧。走了。我们也快走吧，天快亮了。不是，这为什么不能一起走啊？野罗侠有问题。我怀疑他有。学堂大考之前，我曾在蓬莱阁与他有过一面之缘。当时，他可不是这身装束。不过，他最后应该选择站在了我们这边。哎，鼎之，你既然知道左边是生路，为何还要往右边走？你猜，等右边的人发现不对，来不来得及赶到左边呀？我可不敢赌。那野罗侠呢？他往这边不也一样？他背叛了他的组织，等待他的，或许只有死路一条。看不出来啊，叶兄弟，还挺怜香惜玉。过奖了。人帅心善。见不得救了我们一命的人枉死而已。哎，对了，你是吕素贞的徒弟，那你为何要参加学堂大考呢？受人所托。你呢？不动明王宫，你是羽生魔的徒弟，怎么，
不满足于男爵第一，来拜天下第一？没有，想来看看卧虎藏龙的天启，顺便瞻仰瞻仰李先生。与其说是卧虎藏龙，不如说是吃人不吐骨头。你说是不是啊？此去青龙门正常需要多久？半个时辰。那便拖上他半个时辰好了。也不知道是他们先到还是我们先到，这到时候收徒怎么算啊？总不能再打一架吧？百里东君，我们到那儿还要多久？半个时辰吧。太慢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你可就要辜负你的兄弟为你敷衍的一番好意了。不如谁先到，就谁拜师吧。你这也太赖皮了吧！论轻功，我还没输过呢。牛好了，不动冥王反噬了。再次使用内力的时间间隔太少。你方才内力耗尽过，不过我们交手时，筋脉并未损伤。能达到如此经脉强度的，你也是天生五脉。什么东西啊？他说你是天生五脉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如你跟我回去吧。王兄，你们是谁啊？他。这人看起来好面熟。我们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主人的家仆，从府里叛逃出来，我这就带他们回去。世间哪有穿成这样的家奴，又哪有武功如此高强的管家？姑娘，我劝你不要多问。你累了，休息一下吧。你走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走吧。如果你坚持要救他，我会杀了你。哦，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这个徽记，你是有宗的人。这是哪里？王府。走，或者死。
师兄果然厉害，他竟然被你吓跑了。不，他很强，我也未必能打赢。他忌惮的是你的身份。师妹，这次你救下的，怕是2个大麻烦。我乐意。师兄，你可千万别跟我说出去了。好。哎呀，到了没啊？师傅，师傅，到了。当年我这些徒弟拜师的时候，个个白衣如雪，风度翩翩的。你看看你们俩，真是差远了。当年他们拜师的时候，又没有人追着要杀他们。哎，你们2人一起来，谁要拜师啊？弟子尹落霞，此次大考全靠其他3人庇护，走到这里已是幸运，不敢求学堂收入。尹姑娘，百里东君，我就送你到此了，告辞。姑娘是否愿意拜我为师？哦，敢问公子收我的理由？因为你长得好看，且很机敏，而我的武功只教于我有眼缘的人。为何？我的武功掌握在我的手里，所以我说了算。这个理由如何？更何况，姑娘的行事作风颇合我眼缘，想收就收了。可我这多好啊，尹姑娘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柳月。你还真要收徒啊？师兄，我都还没有收徒呢。按照辈分来说，应该是我先收才对吧？你想收就收，但大嫂应该会把你埋进剑冢里吧？你若不愿意，那就罢了。不，我不是不愿意。承蒙公子厚爱，落霞感激不尽。只是左右现在带不走百里东君，不如进入学堂之中，日后再行出门。柳月公子，对不住，弟子拜见师父。哎呀，拜个师有那么麻烦吗？哎，小子，你呢？我？我先不拜，我等人呢。等人？王一行是吕素贞的弟子，他不会拜在我门下的。我知道，但还有叶鼎之呢，他一定马上就会来的。哎，这我倒听很多人提过这个名字，叶鼎之，叶鼎之，听起来挺强的啊。比我强。那如果他来了，我选了他，你怎么办？那能怎么办啊？虽然免不了被嘲笑一番，我也只能骑着我的马，回我的钱东城喽。赌约。是，陛下。百里东君以酒约战谢师，要取那12年陈酿的秋露白一事，整个天启都知道了。这壶秋露白乃是陛下继位第3年所酿，酿好之时，陛下曾有言：若12年未有人能将其取下，便在酿好之时的秋收之日，用以祭祀。眼看
这12年之期将满，百里东君这样做，岂不是明晃晃的在打陛下的脸？陛下，祭酒先生到了。字写的挺好的，有点意思。脸儿嘛，太次了，装霸气。当年先生为姑赐脸时，姑还炫耀了许久，可如今先生自己却看不上眼了。人嘛，总是会对自己的过去嗤之以鼻。参见陛下。赐座。是。先生，喝茶。这茶可是男爵特有的凤凰雪片，不可多得，尝尝。陛下今日叫我来，所谓何事？姑年少时好诗书，不善武功，母妃也并不受宠，在皇子中是最不被看好的。幸而身边有2个好兄弟，一个出身云溪叶氏，一个来自西林百里家，都是难得一遇的将才。在他们2人辅佐下，几经生死，才登临着至尊之位。后来姑犯了一个错，现在想起，依然时常后悔。方才听了一个消息，所以叫先生来，想当面谢谢先生。这么说，陛下是想谢我救了叶鼎之？正是。既然知道错了，又何不翻案呢？哎呀，罢了罢了，又是帝王颜面。行了，你的谢我也收到了，那就这样吧，走了。等等。姑此次叫先生来，其实还有一事。听闻先生近来新收了一名弟子，姓百里。百里东君，那是你的另外一位结义兄弟百里洛尘的亲孙子。这次洛尘的孙子来了天启城，姑想见一见。不必。先生不是说过不会过问朝事吗？百里东君不过是我座下一名寻常弟子，既无官职也无爵位，他的事又如何称得上朝事？堂堂镇西侯府的亲孙来了天启城，却不来见姑，成何体统？那你去问镇西侯的罪啊！反正你已经杀了一个兄弟，也不愁再杀第2个。嘿。陛下，你又何至于做出这种情状给我看呢？你放心吧，百里东君不会一直留在这天启城的。我准备带着他离开这儿，四处游历，几年之内他都不会再回来的。可先生是祭酒，既然要离开，祭酒的位置，自然会有更合适的人来做。告辞。如果我执意要留下他呢？你可以试试。先生，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过强啊？是吗？姑觉得在先生面前，
先生才像是君王。我乃天上谪仙人啊，世间的君王，就别折煞我了。师傅，虚怀公，不过尔尔。春风吹过，这次吹角也的唱，也在了哪里？陛下，大剑没入，过了。为我江湖的模样，血液自来的赌场，看您在天灵上。就在今晚，年岁华丽，下里尘埃山上我意，不是黄河，和着天际。李先生，小齐啊，今日也入宫了。哎，你那师兄的徒弟小王道长也入了天启，还帮了我一个小忙呢。先生入宫，苦的却是我，可得装模作样的来这里打一场。你们那个皇帝想杀我，你说他是不是疯了？哎呀，所以我来了，我怕你疯了，把皇帝杀了。哼，退下来！演得太过了吧？陛下，国师内陆也过了。年岁华丽，让尘埃沾上我意。这是黄河，那是天际，我会知道该往哪去。不见千金，不见美玉，不见神仙追寻我回忆。李先生，李先生已至宫门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转身了。转身了。转身望着这里。大剑顶章了。恐怕是毕生修为于今日毁于一旦。本来是一个杀人之局，见我北离大内高手之力，杀传说中的天下第一人。自负了呀，瓮中捉鳖，结果自个儿成了这个鳖，感受如何？我的定睛，我的想要知道你的这个图案，它画面现在最灵之闪烁，是否成了的pan，玛丽的精神走向，为我保护了模样，谁人的爱的存在，从我起的心的玛丽的精神走向，为我江湖的模样。李长生这是何意？怕是在提醒陛下，暂且还是不要打百里小公子的主意为好啊。
意思送到了，就不吓你们了。下！真是桃花香啊！李世侄，你闻闻看。不错。师傅，天启城最高的地方在哪儿啊？教坊32阁，仙人指路台。行，就去那儿。遵命，小徒弟。呀！天若不爱酒，酒仙不在天；地若不爱酒，人间无酒泉。天地既爱酒，爱酒不愧天啊！以文清彼身，又言浊如咸。前身既已饮，自作散游仙。杯酒行大道，觥筹尽河山。但知酒中趣，难对行者产。先生，这马真是快啊！哎，这可是烈风神驹呀！啊，我的烈风驹？不可能啊！我的烈风驹是红色的。师傅，你这马是白色的。嘿，我给涂上去的。师傅，白衣白发配白马，此乃仙人本相。我乃谪仙人，岂肯折腰事凡尘？驾！先生这风采，果然还是如此令人神往。您再试试这个，好看吗？好看。累不累啊？不累。瞧你这哈。谢谢娘子。爷爷，慢点跑。碰到什么了？啊？爷，软糖，好好吃啊！好，你要这个吗？原来这才是北里的天启城。极尽人间荣耀与繁华的天下第一城。我本来是觉得，不就是一座城吗？走了也就走了。可是如今看来，还有好多地方没有尽兴的玩一玩呢。你说呢？尹世侄，你怎么哭了？没有。
你要是实在舍不得，我再陪你回来嘛。就是啊，我们也不是不回来。等下次回来的时候，我让那皇帝亲自出城迎接你们。东军到了，你看，那儿就是仙人指路台。每到重大节日之时，都会挂上萧氏家族的神鸟大风旗，风吹起扬，即可破天呐。那便是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你等我一下。哎。东君，替师傅去一趟天启城吧，酿一壶桃花月落，挂在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师傅，我来了，但也到该走的时候了。您的心愿，徒儿没有忘记。顾晨啊，顾晨，还记得呢？陛下，怎么样？李先生带着镇西侯的独孙百里东军，策马绕了天启城一圈后，离城而去了。还有吗？山前书院院监陈如到访稷下学堂，称自己为新任祭酒。官员任配乃朝廷重视，哪有自封为官的？还有呢？回陛下，没有了。走了，那便走了吧。那个陈如，大理寺卿也管官员任配的事儿吗？不，就封那人为祭酒。这，二小姐，阿姐呢？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啊？小姐，在路上有事耽搁了。我听吴相使说，你们找到天生五脉了，但把他给放了。百里东君乃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贸然抓他，本就冒险。更何况，他现在已拜入李先生的门下，所以……原来他叫百里东君啊！怎么停了？继续说呀！我们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人选，他叫叶鼎之。